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另外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还有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还有大家一起先来关心的，我们知道最近中日、中美还有美日这3边关系，这礼拜因为川普的2通电话，现在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跟发展。那川普呢，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但顺序上呢却是先习后高，也就是先打给习近平，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这个先后顺序也起人疑窦，引发讨论。高市早苗在月初他说了一句，这一番言论呢，就是日本可能会介入台湾有事这番言论，到现在这把火还没有完全的停息，也点燃了中日这个外交的火药库像中方就强烈反弹，包括现在也看到日本内部也在出现了一团混乱。那在这个敏感点呢，川习2人的热线更重要的是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是这个顺序上为什么是先打给了习近平，然后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并不是马上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各方的解读都有，像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这位学者他就指出，他说过去中国大陆呢都会是暗示是美国打了。但是这次却没有，显然显示是中国担心与日本的紧张升级才打给川普。然后日本的舆论呢，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就代表中国怕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刚刚讲的这些解读全被打脸，被谁打呢？被美国的财长 Bessent， 因为他出面证实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好，那先请教一下马老师，外交上我们都知道，其实顺序很重要怎么看川习热线、川高热线这当中的猫腻？是，我想这个如果从谈判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先开价的一定是弱势因为你开价之后，你的价就容易被人家往下杀。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美中之间大家会这么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这2个是大国。不过如果我们要看它到底是谁低头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次比较不准因为他们今年在9月19已经通过话，然后10月30号2边都碰面了，所以它已经不是第一步了。那谁先打，其实坦白说没有这么重要啦。重要的是他们打的这个过程面谈什么议题，我觉得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谁先打的问题上，媒体比较关注但是我觉得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各自在事后的发布会上谈了什么，我觉得比较重要。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那表示这个国家现在最在意的议题是什么？数据上也许没有这么重要，像您的分析但是您刚刚讲说内容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媒体也报道出来的，可能都是看到是表面的内容有些还可能没有讲的。是，你觉得哪些没有讲的？我想这个在美中过去的谈判都一样，它的路径就是这样。他们谈完以后，绝对不会一起开记者会，绝对不会一起发布共同的这个公告，各自发表，但是会各自发表。然后每一次各自发表，你去比对，看起来2边谈的重点都不一样，基本上对不太起来。那这一次我觉得美方可能真的在乎的是乌俄战争的28点嘛，就是川普提的，然后他希望中方能够在乌俄战争停火上面能够做一些协助。那贸易战一下子要采购大豆，一下不采购，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双方还要对表一下，所以美方大概在乎的就是主要是这2点，然后也包含芬太尼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急切感好像没有这么急切，因为刚才在30号谈完我觉得反而是新华社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说台湾在战后这个国际法体系里面是属于中国，这件事情表示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 AIT 先前抛出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那如果台湾地位真的未定，在2战之后台湾就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体系，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它要继承中华民国的这个状态就不存在那这个会对于现在的一中原则，而中国是这个主权是涵盖台湾的这个论述会被瓦解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上面谈的这个
这个立论来讲，它一个是回应 AIT 过去的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2758号决议案里面不包含阻止台湾参加联合国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发酵下去，它在不光是美国的盟国，它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聊的，深入来分析一下，是说高市这番言论，就是特别拿出了这个旧金山合约来讲哈。这不讲还好，一讲呢更加炸锅哈。但也看到了说，川习两人在热线通话以后，大陆方面是先买了10船大豆，表示谈的还可以。Ross。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双方贸易谈判可以继续顺利进行。这个川普从1月底上来一年以来，他都一直提到希望跟习近平通电话见面，达到贸易协定。虽然有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了，但是他还继续保持跟中方的这个沟通，双边的贸易。他最在意的就是贸易嘛，受到影响就不好。很明显，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很在乎贸易。这个不等同美国不会批准军售给台湾，甚至赖总统以后。过境美国了，对，因为美国应该还是会答应这两件事情给台湾了。但是在整个环境之下，如果是我们看整个环境的话，那很明显，川普希望在这个时候，美国跟中国是可以继续谈贸易方面的细节，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多买美国的东西。好，那你怎么看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美国在高市发表那番言论以后呢，其实呢有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先不做任何的动作啊。那顶多呢，最后是由这个国务院，就先前我们看到稍微表个态。可是这次呢，幕僚就建议，我想应该是川普跟幕僚啊一起决定，但川普最后是做决定的啊，他主动打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刚刚先喊价的就是先矮了一截啦，不是吗？当然希望川普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降温了。很明显啊，如果他希望可以升温的话，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会发文说我支持日本啊，因为中国怎么会对我们盟友这样子？那川普没有。所以他的动作很明显，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过1天、2天、1个多礼拜、2个多礼拜，川普没有出来很直接说日本是对的，中国是错的，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大堆政治人物 KOL 都在网络说台日关系怎么样，都是日本水产，都赴日本旅游等等。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结果应该会是什么，所以现在都反应得太快了。对不对？不觉得吗 ？OK， 那我问你哈，川习热线完以后，刚刚说川普后来又打给了高市早苗嘛，好，那当然这个通话没多久之后呢，跟高市的通话，来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呢，川普哈，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到底他跟高市早苗在这通电话当中他讲了什么？当然现在也是各说各话哈，因为《华尔街日报》就说呢，川普确实啊是希望高市不要再刺激北京，但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呢，他们是说不好评论这个外交互动，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脱。后来被一再追问下，又改口说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被施压哦。但是日本官方长官呢，只是否认内容。可是大家也看到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高市最近的一些动作哈，一些转折哈，反而让大家觉得真的没有吗？首先，很多人批评华尔街这个日报，很多人说这个机制是轻重，它是描述匿名人士等等，而且日本这发言人最后出来说是没有这件回事，对，日本政府否认，但是同时也很明显，川普应该是不会像高市早苗说你一定要收回，当然不可能那么直接嘛，不可能。但是同时，如果川普说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降温啊？那谁不相信川普有可能相信？日本也没有否认川普说请你在这个时候降温，日本没有否认川普有这样说，所以或许日本没有或许日本是对的，但是或许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是对的，这个也有可能啊，对，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是川普希望。不管是中国那边、日本那边、台湾这边，对，大家都要降温嘛。OK， 何老师怎么看？当然，那个日本他这通电话哈，那个应该
川普想要就是说去稳住日本啊，因为他这个就贝森特已经证实了嘛，是美国先川普主动的那个对那个是先发动这样的一个这个川习通话，而且就是我们那个从日本的新闻他也透露出一些猫腻。我们台湾这个一直就讲说这个是川普是被动，对不对？习近平主动，那当然他要营造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中日的这种对抗里面，中国大陆似乎在示软在向美国求救。那这当然这比较符合这赖清德政府的这样的这种希望但是好像是刚好是颠倒，是最后贝森特出来讲了。那这赖政府这反正就把它当成没有这么一回事那不过这个我比较相信是贝森特讲的。那而且再加上日本的这媒体，他之前他也透露啊，他说这通电话事实上日本知道川普要打这个电话，他们自己已经先露了馅了嘛，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这个打电话给川普。你东京怎么会知道？对不对？现在的中日关系坏到这个样子，北京怎么会跟你讲说，那这个跟你们高市早苗讲啊，我要打电话给川普啊，你小心一点啊？那不会嘛？对。所以如果是东京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会有这个首脑的这个通话，对不对？那一定是美国他发动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贝森特的这番发言会不会后面已经有了一番讨论？就是你起码美方要先表示是谁主动打给谁的，当然，对吧？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在看到这个，就是说这共同社他也证实了，就是说他这通电话事实上。这个虽然木原忍最后讲说没有，这美国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要日本克制这个，但是共同社是有信用的这个通讯社，而且共同社还有日本官方的色彩。虽然日本看起来没有官媒对，但是共同社就有一点像日本的新华社一样。那他自己就讲，他说这个现在川普基本上就告示这高市早苗，这中日他不希望中日关系的紧张继续升温，对，而且他也跟高市早苗事实上这也讲了整个台湾问题，在台湾对中国的一种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说台湾问题是很复杂的，对不对？那你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言上面，你要谨言慎行。所以有一句话说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台湾未定论的这件事情刚才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回到您这边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两天看到高市在国会答询这个议员同时是当时问他那个问题的，结果呢，高市的发言确实看起来是比较软了一点也比较缓和一些，但是呢，他又抛出了一个说日本没有立场去评价台湾的地位是外界就解读说是想要替中日的关系紧张来降温，可是他引用的是旧金山合约，反而。这个更激怒了北京所以呢，北京就直接搬出你拿出旧金山合约，我拿波茨坦公告，那也有人说是波茨坦宣言来点名日本，说你日本必须反省，而且撤回你的错误言论，现在变成了一个法理攻防战。对。我想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两件事情，其实解决了就是在战后之后的这个比如说台湾的归属，大概在这里面就解决掉。可是问题是旧金山宣言的这个第2条的 B 款。里面他只声明了日本放弃台澎这些地方的权利，他没有说要给谁。对那这个就很麻烦。其实这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 bug。那对于习来讲，最好的方式是日本在后面的某一个首相，不管是谁，他愿意说，因为他当时是当事方嘛，来说我当时虽然说放弃，我没有讲说要给谁，但是我的意思真的就是给了中华民国，也就是当时的中国，那这个法体系就健全了。可是高市没有选择这样讲，他选择重申了一次波茨坦公告，当时日本确实放弃，然后这就是战败了，对，战败。那这是从此以后不关我的事，那你们谁拿去我都不在乎。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在川习通话里面习近平的关注，也就是。对习来讲，或者中国来讲，最担心的事情是台湾在2战之后没有回归过中国，那台湾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高市的这个提法看起来好像在降温，可是实际上他没有打到中方现在他的 concern。对，所以从国际法上来看何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说，那有没有办法用国际法来解决目前中日双方所产生这个？你的旧金山合约对抗我的这个波茨坦的公告，还有就是我要问的是，
台湾在这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是什么？那事实上，那个高市早苗讲这句话哈，是他在那个松下政经署的学长，那个做个球给他。他们虽然政党不一样，他去做球嘛，但是日本经常就是他们如果要解决这样外交的这个麻烦的时候，那你叫首相撤回去，那这个对日本政治跟首相个人来讲下不了台，对这个打击很大嘛哈。他们通常就是在野党做个球，然后给执政党让你有重新再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哈。那就是说，这野田佳彦他就问到这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一次高市早苗回答实际上是非常标准的，他应该已经学乖了哈。他上一次在国会哈，这个等于捅了马蜂窝，因为他上台之后，他好多的政策他自己喜欢跳到最前面，然后去解释政策，用这样来凸显自己对政策哈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不对？这里那所以他这次很乖，他就是按照日本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主权的问题的一种这个就是来自内阁的，应该是内阁的一种统一的这种见解啦，就是战后的台湾澎湖是日本所放弃的领土，其主权归属。它不是那个我们讲的哈，这民进党喜欢听到哈悬而未决，听到悬而未决，这民进党就跳起来这个拍手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基本上他始终是认为说这个问题事实上我无权智慧，就是这个问题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放弃了，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谁的我不会再讲话。事实也是如此。对，那至于就是说为什么旧金山合约它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写说归还给谁，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旧金山合约当时。这个北京跟台北不管哪个中国政府都没有参加，所以在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参加情况之下，他不会写明给谁。就如同日本在那个旧金山合约里面，他也放弃了这个库页岛啊，也放弃了这个北千岛群岛啊，但是他也没有写说归还给苏联嘛，因为苏联也没有参加嘛。老师，那您觉得台湾在这个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事？事实上，我觉得从中华民国政府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对我们自己所管辖的这个台湾澎湖，然后自己自我否定说这个地方的主权有问题呢？那你现在你中华民国你在统治什么？对不对？就有任何国家可能都基于自己的利益，他挑战，可是你中华民国不能够挑战。对不对？你不能讲说我希望变成台湾共和国，所以我就挑战。但是你只要你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在你的位置上就不能挑战中华民国拥有台湾这件事情是有国际法的瑕疵。就现在这个争议啊，现在余波荡漾。等一下回来我们要聊的是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经济，而且还蛮严重的。马上回来。